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飞镖电台，这里是说中文的飞镖频道，我是 Leo 大慈的 Leo。没错，我的频道突破了2000订阅。你可能会觉得2000订阅这么少，有什么好拍片庆祝的呢？但对于我而言2000订阅这个数字，算是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所提到的目标，算是达到了我自己小小的里程碑。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现在在飞镖圈的地位，OK，有点话语权了啊！我现在是个大尾 YouTuber 了。那我成为大尾 YouTuber 的第一件事情呢，我决定我要导正一下标圈的歪风。那正如您看到，这个封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三黑请吃冰。如果你是没玩过飞镖，或是新手朋友，你可能不知道三黑是什么。那三黑呢，就是先介绍一下黑星。那你现在看到的图片呢，就是我们的红星，就是 ball 呢，里面还会有一个小圈圈，它的名字叫做 D ball double ball，那我们会俗称它是黑星啊，因为那个靶面上呢，它通常是黑色的，那有些硬靶它可能是绿色的，无所谓，反正大家只要知道说，就是红心里面的更小的那个圆圈，那就是我们会说它是黑的。那三标都射中黑心，算是一个小成就。那我们会称这个呢叫三黑，或是另外一个机台呢，Finis 的机台会叫它凤凰眼 Finis Eye。那不管怎样呢，不管什么名字，那总之大家都知道这是在讲一样的事情。那三黑请吃冰呢，顾名思义就是你打到三黑的时候，你要请现场所有的人吃冰。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超级没逻辑又很愚蠢的活动哦，我就不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延续到现在的。我不清楚真正的起源是怎样了，但好歹呢，我也在飞镖的这个圈子呢打滚了十几年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知道的版本，分享给大家。那么在很久以前呢，脸书很流行一个匿名的社团就是靠北系列还有什么靠北女友、靠北男友靠北餐饮业等等各式各样的。当然呢，也有靠北飞镖你就是可以在匿名在上面匿名抱怨或是吵架，各种各样的。那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八卦，很喜欢看大家现在在在吵什么东西。那有一天呢，我们看到有人在抱怨，就是抱怨说之前打到三黑，请大家吃冰结果那个别人打到三黑就没有吃冰就没有请我吃冰，这样没有请回来，然后呢就吵起来了。那大致的内容呢，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当时我跟我的朋友都觉得，哇，这种屁事也可以吵起来哦，太搞笑了吧，有够幼稚的。所以我们当天看到的时候呢，我们也半开玩笑的叫当天有打到三黑的朋友，请大家吃冰。不知为何这件事情就流行了起来。我其实不懂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演变到现在这样还有人说这是一个传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传统好吗？这就是某个屁孩在吵架在凹人家请客，然后另外一个人想要凹回来，那全部都这样，传统你妹的，这一点逻辑都没有。这个词呢，这个句子它也不押韵，为什么要吃冰啊？你为什么不吃蓝莓呢？还是吃草莓，这样至少也有押韵啊。而且为什么请吃冰，如果你是请最便宜的小美冰淇淋，还要被念，还要被酸说没有诚意要请旷世奇派才可以，什么鬼啊？到底到底为何标准在哪？然后为什么等级高的可以不用请为什么等级低的就要请？那到底几级不用请呢？到底几级要请？这有什么规则吗？就是没什么规则啊，就是大家自由行政，然后到最后大家都很害怕自己会被觉得很小气，然后就变成这样了。更何况打到三黑的人应该是要给他一点奖励吧，是给他一点好处吧？为什么变成打到三黑的人要接受处罚呢？我不懂啊。对啊，那
就像我们小时候国小哦，过生日，好会买乖乖桶，然后去学校发给大家吃。如果是国外的朋友，不知道乖乖桶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铁桶啊，里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糖果。那就是发给同学们哦，跟大家庆祝说，嘿，我今天过生日，跟大家同庆。然后过个某个年级呢，哎，突然又不用发了，突然就变成收礼物了，就到底为何？这是标准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三黑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一开始可能我打到三黑，因为三黑其实是一个没有这么容易达到的东西，尤其对等级低的人更是如此嘛。所以就是可能我打到三黑我很开心，所以哇爽啊，我请大家吃个冰，但不知为何后面变成有点半强迫式的。那可能有人说，就是传统不一定要合逻辑，像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有些人过生日，我们就会抓他去丢水池之类的。但那是因为朋友之间开开玩笑好玩嘛，就是你丢我，我丢你，就无所谓。那就是我到底在认真什么呢？我到底这种事情就这么无聊，我到底要认真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也不管你打到3要给别人什么啦，你甚至你要去普发1万现金都无所谓。但我自己呢，我是觉得现在打标人越来越多，有很多的新人，都是学生。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打标其实算是一个蛮高消费的一个东西，投币费跟低消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了。当我们把三黑请吃冰这件事情从一个开玩笑上升成传统的时候呢，这些新人就会真的误以为这真的是传统，一定要这样子做。然后他们可能会因为请客这件事情，那就有一点顾虑，所以就故意不去打到三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愚蠢啊！你可能会说，哦，我想太多了吧？哪有这种事情？但我实际上就是看到很多这种案例，就在我眼前发生。那我觉得这个很反逻辑啊！就像刚刚讲到了，打到三黑，我们应该鼓励，打到三黑的人，你打得很好，我们应该奖励他，就不应该是处罚啦。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在标店的时候，我是怎么做？我是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就首先我中三黑，我是绝对不会请人家吃冰的，就吃大便吧，就是没有人可以从我这边凹到吃冰，好吗？就是你要吃你自己去吃。那相同的，如果别人打到三黑，他要买冰给我吃，我也不会吃。没道理我自己反对这件事情，然后人家请客我就拿，那我没有那么不要脸。OK，就是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正循环，就是如果我都不请人家吃冰，人家请我吃冰，我也不拿，那我下一次打到三黑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哦，利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请人家吃冰就很合理，它就会变合理。那如果你拿了人家的冰，好吧，你下次你自己打三黑也不请别人，那人家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这样啊之类的，那就变成一个恶循环了，那它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会变成传统。好。那总之呢，我做这个影片，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打三黑不需要吃冰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它不是什么传统。那就算它变成了传统，那这也是一个超级烂的传统。你要继续请大家吃冰、吃香蕉吃草莓都无所谓，你开心就好，不需要逼别人一定要请回来啦，这样很无聊，好吗？好，那今天飞镖电台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个题材或喜欢这个类型的话，帮我订阅一下，好不好？按赞，传给你所有会在那边三黑请治病的朋友，跟他说，哎，利友觉得你这样智障，不要这样搞了，好不好？对，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突破2000订阅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呢，顺手帮我订阅一下我的 IG，好不好？因为我 IG 呢，现在只有700个追踪，
要有1000个追踪，好像是要有1000个追踪才可以开直播吧。那我其实呢，也是很想在 IG 开直播的，好不好？就是直播一些有的没的。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啊，谢谢你听我瞎逼逼这些有的没的，好，大家再见。